我是陈秋实。今天是1月31号，我今天要来拜访一个已经确诊了的病人。他们家有4个人确诊，有2个人已经住院了，而他自己一直没有等到床位。他84岁的母亲今天上午9点钟已经在家里去世了，现在是下午4点02分，还在等殡仪馆的车，还没有来。他从1月23号就已经确诊了，一直在等床位，等到现在还是没有。我们今天来拜访一下他。我们刚才试了一下，这个小区我们是进不去的。我们进不去这个小区，但是他们家经常会有社区的人来消毒。这些人看来已经完成消毒，现在出来在清理自己身上了。你好，我是秋实，现在是2月1号的中午。刚才那条视频呢是昨天拍摄的。首先呢，我得向大家道个歉。在1月30号那天呢，我做了一条非常情绪化的视频，因为那几天我是越来越近距离的去接触那些疑似的感染者，离死亡和疫情越来越近。再加上在我的后方，我的家庭也受到了来自公安的一些压力，我自己呢也受到了一些精神上的，包括网络舆论的压力，导致我的精神状况不太好。那天呢，做了一个非常情绪化表达的一个视频。其实这是非常不专业的，因为作为新闻工作者，你应该时刻努力保持客观、理性、公正，你只管把事实呈现出来就好了，不要做太多的评判。而我本身是做演讲出身的，又想做新闻评论，所以我特别喜欢高声大气、情绪饱满的去表达，这是一种非常不专业的体现。在这儿呢，我向大家道歉，我今后会管理好我的情绪。那么来梳理一下在过去2天发生的事儿。1月30号我做了上一条视频以后呢，我决定还是要休息一下，给自己放个假，调整一下自己。所以从1月30号的中午到1月31号的中午，我就一直在床上躺着没出门。我开始尝试用电话连线的形式，通过网络来获取更多的信息，进行电话采访。我知道大家肯定是在国内的微博或者是一些论坛呐，或者微信的朋友圈里看到了一些求助信息，他会写上我叫什么，我家里的哪个亲戚确诊了，确实排不到床位，哪个亲戚还得不到确诊，但是病很严重，希望社会关注，希望得到帮助，我是谁，电话号码、地址。我搜集了10多个这样的信息，然后依次给他们打电话，其中有8通是打通了的。在我打通了这8通电话当中，有这样的情况。其中有2通是他们的家属已经及时的得到了治疗，已经办理了入院手续，在住院了，在隔离了。他们也不确定是不是通过这样子网上求助才获得的关注。总之是社区给他打电话了，说你可以去办住院了。还有4通是高度的疑似，他们呢很确定自己肺部已经感染，拍了片子，已经出现病变，呼吸也困难了，然后发烧好多天不退。他们跑了4、5家医院，但是得到的结果都是一样，说我现在没有试剂盒，没有办法给你做确诊，也没有办法给你住院，因为就算确诊了，我也没有床位给你。所以这4户面对的情况就是高度疑似，没有办法确诊，只能在家里隔离。有的呢是比如说太太和婆婆一起隔离在一个地方，他们2个互相照顾；有的是呢，丈夫直接自己隔离在卧室里，然后家人生活在客厅里，但是这样非常不方便，也非常危险。单独隔离在卧室其实是不安全的，但是没有办法，这是这4户的情况。还有2户就是已经被确诊了，但是依然排不到床位。刚才那个视频里面我们看到的这个梅先生，他就这样一个情况，他们一家4口全部被感染，妹妹和太太已经被隔离去住院了，但是他和84岁的老母亲一直在家里面隔离。他是1月23号就已经确诊，到现在已经1个星期的时间，还是没有排到床位。就在昨天上午9点钟，他84岁老母亲已经病发死亡了。然后呢，我们是下午4点钟左右到了他所在的这个小区，他属于隔离状态，他下不了楼，我们也进不去。当然了，那个小区管理并不是很严格，我们是能够偷偷溜进去的，但是这是违反防疫法的，所以我肯定也不这么做，我也害怕，也不敢去那么近距离的接触确诊病人。我们从下午4点等到下午5点，一直想尝试能不能等到那个殡仪馆的车来运送遗体的那个车，但是一直没有等到。所以像梅先生这种情况在武汉依旧是存在的。通过以上的这些视频和调查以后，我今天想给大家传递2个概念吧。第一个概念呢，叫做咱们中国有句俗语，叫做会哭的孩子有奶吃。这是个俗语，它不是个真理，但是貌似还有点道理。就比如说刚才我说的这8名在网络上进行求助的人，我都会问他们同一个问题，说你发了求助信息以后，有没有媒体主动联系你啊？除了我以外。其中绝大多数都说没有媒体主动联系过他。有一户说我主动联系过媒体，但是呢人家好像也不太想报道我们，就算了。还有一户呢说楚天都市报和那个今日头条联系过我，没错，他这个求助信息我就是在今日头条上看到的。
还有2户那个已经住院、已经办理了入院、已经初步解决问题的这2户呢，他们自己也不确定是不是因为网上求助而解决的。其中1户说他太太跟什么湖北省纪检委有关系，把这个求助信息给投递到纪检委去了，然后他们迅速的得到了床位，但是他也不确定是不是通过这样一个渠道得到的。所以会哭的孩子有奶吃，这个道理吧，似乎还是有那么一点点。这就为什么我一直鼓励中国人要努力的去表达，求助不一定有用，但是它总比那个不求助的要好那么一点儿。你中国人不要总躲在别人身后，想让别人替你来表达，你总在躲在镜头后面，你不敢吐露你的心声，那怎么让社会知道你的受到的不公平、你的冤屈？怎么让世界知道你的诉求呢？另外呢，昨天还有个奇怪的现象，这8户当中不是有2户已经初步解决问题，亲属已经去住院了，那6户没有吗？那6户没有被解决问题的，当然他们是很急切的想把他的故事、他的经历、他的遭遇告诉我，希望我来传递出去，希望这个引起社会的关注，能够有更多的试剂盒啊、床位能够配给帮助他们的家人。而那2户已经得到解决的，他们却非常不想接受我的采访。我问你这问题解决没有问题，我们已经住院了。我说那可以聊一下这个情况吗？我们不接受采访。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家人已经住院的人就不愿意再接受采访了，就不愿意把这个情况告诉出来了。也许是他心里的石头已经落地了，他觉得没有必要了，也许是其他原因，我们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吧。今天想跟大家说的第2个概念呢，就是一个法律概念，叫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，对吧？证据是分不同的种类的。那什么是直接证据？举个例子哈，摄像头直接拍到张三去抢银行，这叫直接证据，直接证明他犯罪。什么是间接证据？比如张三的邻居李四，他说张三平时穷了吧唧的，现在突然就有钱了，可阔绰了，到处买，到处奢侈品购物，我就不知道他是钱从哪儿来的。这叫一个间接证据。张三突然有钱了，你不能认定张三就抢银行。但是如果有 A、B、C、D 若干个间接证据能够相互佐证、交叉印证的话，也就能够形成一个证据链条。这个证据链条最后也有可能会佐证张三抢银行这件事情。所以我们现在可能没有办法拿出很多直接的证据。我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和体谅一件事情，我是真人出镜露脸实名在做视频，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，我是不可以随便去质疑中国官方所提供的数据和信息的。这个浅显的道理，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。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很多的间接证据来形成证据链条。就比如说，昨天上午去世那名84岁的老母亲，她在家里面没有去到医院去死亡，而是在家里面死亡。那么她的名称是否会被统计到因为肺炎而死亡的数据当中？这是一个我在存疑的问题，因为我无法去验证她的死亡是否会列入每天增长的死亡病例。再有，我们之前看过走廊里有3具尸体那个视频，我去问了护士，护士说这视频是真的，但是那也不能怪我们呢，我们得等殡仪馆的车来拉这个尸体啊。那2天殡仪馆的车也跑不过来，殡仪馆的车跑不过来，这句话是护士亲口讲给我听的。我自己也2次在急诊室的里面和急诊室的走廊里看到过尸体，这个是我亲眼看到的。昨天死亡的那个84岁的老妇人，她早晨9点钟死亡，下午1点钟，她的小儿子已经办好了死亡证明，然后给殡仪馆打电话，请殡仪馆来运送尸体。到晚上5点，殡仪馆的车还没有来。现在我不好意思再打电话去跟梅先生确认殡仪馆车到底几点来，因为人家刚刚有丧母之痛，他自己还在家隔离。我觉得几点来已经不重要，至少下午1点钟打电话，晚上5点钟，殡仪馆的车还没有来。这些证据，间接的证据，似乎在印证着些什么？我们是成年人，我能够提供的就这些。探索真相的过程是艰难而痛苦的。我是希望大家作为成年人，作为一个理性的人，你能够用你自己的逻辑去思考这些问题，哪些是可以相信的，哪些是不可以相信的。你相信一件事情是需要道理的，而不是看到什么就相信什么。我是真人出镜实名在做视频，我不可以把网上的一个传闻、一个照片、一个截图就拿来做证据讲给你听。我也希望每个人都能够理性、认真、严谨的来看待这么一个惨痛的现实，这么一个悲惨的国难。好的，因为网上的这个谣言真的很多，就比如说我自己，至少我自己都能验证2个谣言。比如说前段时间在中国的朋友圈里天天在传日本向中国派出了100人的这个医疗队，但是外务省的人跟我说怎么可能？如果中国政府不发出邀约，或者日本政府发出那个请求，中国政府同意，人家这个医疗队是不可以直接过来的。然后美国的医疗队好像是被中国政府拒绝了吧？
所以日本派出医疗队这是一个谣言。昨天网上还有一个小视频，那明显是假的。他拍了一个视频说：“哎呀，这是汉口殡仪馆里面的垃圾桶，10个垃圾桶全被果实袋装满了，你看里面黄色的全是果实袋。”这个绝对是假视频，因为传染病人的果实袋谁敢打开？打开它干嘛？把尸体送进焚尸炉烧掉，把果实袋扔到垃圾桶，那不是2次污染吗？所以传染病人的果实袋肯定是直接推进焚尸炉烧掉，不可能单独剥下来再放到垃圾桶里，这也是假视频。网络上的假视频、假消息真的太多了。面对如此重大的事件，我希望大家都能保持一个理性和冷静，用你的逻辑、用你的良知来分析这些信息。还是那句话，探索真相的过程是艰难而痛苦的，不能一蹴而就。我陈秋实不是一个多么专业优秀的新闻工作者，从江西赣州的水灾现场到香港的反送中事件，到现在，这只是我第3次到达新闻现场进行报道，我的经验和能力非常有限，我非常期待着能够和专业的新闻媒体合作，但是现在这个紧急状况下是没办法的。这几天但凡有这个海外媒体跟我连线，让我做连线，我都支持。我以前跟海外媒体连线，我都很有顾虑，因为有些媒体它确实是反华媒体嘛。以前接受海外媒体采访，我都会提前跟一些老师商量，我说你那个媒体它政治立场怎么样啊？因为在中国接受海外媒体采访，有可能会给你背上政治压力，你是不是跟海外媒体那个什么反华媒体来往太多？现在我一概不管，我没有时间去调查你到底什么媒体，什么德国之声、美国之声、朝日新闻电视台，我现在都有进行连线，瑞典的都有连线，我不管，我没时间调查你到底是干嘛的。我也希望海外媒体这会儿你把你的政治立场先放一放，因为海外媒体不可能跟中央电视台合作，央视记者不可能给他们直接连线的，他们能够联系到的前线记者为数不多，我算其中一个。当然，我是一个特别不专业的2把刀半路出家的一个小记者，但是只要你愿意连线我，我都愿意把真实的情况表现给你，表达给你。我的视频在 YouTube 上放着，你们随便用，不用再给我发信息问我版权的问题，没有版权，你们随便用。我的 YouTube 上里面的视频全都是我自己拍摄的和我自己亲口说的，我说的每一句话不是我亲眼看到的，就是医生、护士和当地人亲口讲给我听的。我不会跟你透露他的真实身份，因为我要保护他们的安全。我对我说的每一句话承担良知上的责任，承担媒体人的职业道德的责任，同时我也承担我的法律责任。好了，以上就是这一期的视频，我会好好的管理好自己的情绪，也照顾好自己的身体。因为昨天我说我已经开始出现一些胸闷、胸痛的问题，我也买了体温计，量了一下，昨天晚上是36.5度，今天是36.8度。当地医生呢劝我最好是去做一个 CT， 拍一下肺子的情况。因为有很多这个症状并不很明显，但一旦发病会很严重。这让我陷入一个悖论，就是如果我在武汉被感染了，我不治吧，我会很危险；我去治疗吧，也确实是在消耗人家武汉为数不多的医疗资源。好在说这个疾病好像是对青年人、对年轻人的危害没有那么大。如果我被感染，我就努力靠自己的意志力、自己的免疫，我扛过这一关，好吧？我很喜欢一句话，叫"兄弟爬山，各自努力"。不管你是在天涯海角的哪个地方，不管你是做媒体的还是做什么工作的，我们总有自己可以做的事情。我在这儿把我所见闻的信息传递给世界各地。你在家里照顾好自己的家人，照顾好自己的同事，把正规的、正确的免疫知识传播出去。然后有条件的话，监督现在包括红十字会、包括湖北、包括中国政府的这些救治的方案，因为我能看到还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被解决。比如说那些病人都要跑4、5家医院，跑4、5家医院，每家都去挂号，每家都去问诊，每家甚至都要拍片子，得出的结果都差不多，都是没有试剂盒。其实本身也是一种重复咨询、重复治疗资源的浪费。在1月30号我做这个视频的时候，我就说，那是中午的时候，我就说我很担心火神山工地上会发生工程事故，因为不同的团队在那么紧密和紧张的合作，难免会发生磕磕碰碰，我害怕会不会有人受伤。结果到当天晚上就发生了这个斗殴的情况。我相信谁都不想发生这样的事情，而且他们一定是都想把事儿做好才会发生冲突。如果大家都消极怠工无所谓，那就打不起来。所以这一场战争并不像《亮剑》里面李云龙打平安县城一样，那么没人组织，但是很有秩序，有人负责围城，有人负责打援军，不是这样。这场仗里面大家各自为战，但是表现出来的是非常的混乱，整体的组织协调非常有问题，所以才有人在评价说，这如果真的是一场生物化学的战争的话，我们现在这种供给和保障程度，这场仗真的是很惨烈的。
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视频，我们都保持一个理性冷静的状态，我们好好的把自己的工作做好。我是秋实，我在武汉。